喂，李老师啊。哎，方便方便，您说。是，他回来跟我说了，456，进步了57分。对。这个是我们粉丝数的。全区排名啊？啊，您说。这咋回事？这什么？这浏览量这么多啊？对。哎，你看这评论。别动。是吗？那他回来没说？饼来了，来。你好。好。啊，我知道。行，李老师，谢谢啊。没有。谢谢。好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来，谢谢你。丰富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这。刚李老师说什么？恭喜我们，磊儿排名全区前10，方一凡排名全区最后15%不到。我这半天大学还是上不了，我才叫白日梦呢，我才叫痴心妄想呢。想着你能本科上线，3本你都考不上。对，小点声。跟我老粉别叽叽喳的。小爷，3本早就取消了。吃吧，赶快吃。条件就是系统只有内部的动力和弹力做功。行，把这道题先做了啊。喂，宋倩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上课呢。我问你，高3补习班还有没有名额？啊，你是不是早就问过了？那1对1的精品课早就没有了。我知道1对1的没有了，大班还有没有？那可能还有，我给你问问吧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。啊，现在？喂？先吃饭吧。吃什么？跟我去趟能城。我不去，这饭都没吃完呢。快点！小姨夫，哎，小姨的病是真的吗？什么病？哦，你说那个是吧？哦，那个病啊，你妈没有这样是吧？妈妈没有。小姨也不经常这样，间歇性的，这就是隐性遗传吧？啊，可能是从你姥姥姥爷那儿来的。哦。那服务员，哎，这打上包吧，全打包。我跟孙倩老师约好了，在里边等他一会儿。不是，你别拉着我，这么多人。一会儿宋倩阿姨来，我给你把6科都报上，每天放学以后直接上这儿来写作业、写卷子、上补习班。什么时候把作业做完了，什么时候回家，做不完就不用回家了。我凭什么呀？啊！我这分都上了，你给我报什么补习班啊？你分根本没有上去，根本就没提上来。李老师说了，这次统考卷子容易，大家成绩都提上来了。虽然你考了456，就等于你之前分班考的399，可能399还不到，就是个水涨船高的意思。那大家都进步了，你不就等于没有进步吗？好，方一凡，你不要对妈妈有敌对情绪，妈妈也不跟你吼，妈妈就问你，你好好跟妈妈说，
你这2个月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你努力了，你的成绩在哪里啊？你努力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分数不见提上来呢？方一凡，你看着妈妈，妈妈问你呢。你说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？为你付出多少？为了让你跟磊儿能够多睡一会儿，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搬到这儿来，每个月多花1万多块钱，这钱天上掉下来的。你说你从小到大所有的这些要求，妈妈哪一个没有答应你？我就一个要求，就是你把这个成绩搞上去。现在高3了，你真的要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上面呀？啊？我是考了全班倒数第一，还是考了全年级倒数第一，还是全区倒数第一呀？啊！你饭都不让我吃呀！你把我拉过来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再说你平时老拿我跟别人比什么？这有什么可比性啊？可比性啊！这各个家庭状况不一样，是人家教育没准就比咱家强，所以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我就是比成绩，我什么都不跟你比。妈，再说了，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没努力了啊？我怎么就没努力了？我智商已经到这了，我已经努力到极限，这分已经提不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可能智商就是没有英子、磊儿他们智商高，但我情商比他们高啊！啊，人都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我学习不好，但我在别的方面就是比他们要强，方一凡，你知道吗？你听妈妈说，是别的方面没有用。这次大家的分都是水涨船高，都上来。只考妈，你永远都看不到我好。我怎么看不到你好？我这次就是从班里倒数第一到班级中游了。你看你这没有看见？你一直在强调我的不好，又不努力学，又跟别人比，这有用吗？方一凡，你班级中游没有用，你班级上游都没有用，你怎么不清楚呢？你们那个班叫基础班，还是没得大学上啊？考大学不看你这个，考大学就看你的成绩。你说你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个好都没有。大学，童文杰，你眼里就只有大学是吧？你给我小点，你小点声音。童文杰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学了，我大学不考了。你报班，你多报一点，你自己去上那个班，我祝你考个好大学，妈咪。什么呀？17期中考成绩，方一凡456，比上次进步了57分，但是还是全区排名最后15%，还是没得学上。成绩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！英姐给我打个电话，李文刚给我打的电话。哎，我一直刷系统，你也没看见。可能还没录入完吧。接电话，什么情况？我还是给李萌打个电话啊。去。哎，李萌老师啊，对，问一下成绩。啊？他没在学校？哦，好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英子也没考好啊？历史心理多少分？才620分。620多，你知足吧？你还要他怎么样啊？哎，文姐，你想想看，连方一凡能考456分这样的简单的卷子，他才考620分，哎呀，我这崩溃死了！现在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们俩真是同病相怜。把这个今天讲的热力能量转换这块再送上去。哎，来了，走吧。好，再见，宋老师。哎，李萌老师，你好，还是我。哎，对，我就是想再问问英子的情况啊。
那今天，哦，那个刘静阿姨，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待会儿咱们到了家停好了车就加。我就是特别想和您成为朋友，可以吗？我们已经是啦。哎，媳妇儿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，你这待多久？还回来了？来，回来。没事，你吃吧。怎么了，儿子？你妈妈呢？还在能生教育呢，疯了这。不能这么说自己妈妈啊，人家吵架了。啊？他说他要给我买张床，让我住在能生教育，天天给我上补习班。那你妈妈呢？住哪儿了？你们自己跑过来了？那怎么办啊？让他用链子把我拴在能生教育啊！我又不是狗。来，儿子，先把饭吃了。来，起来。不去了，先把披萨饼吃了去，我给你打包回来。不想吃。快点起来，把那饼都给你热过了。哎呀，你不是想吃这披萨吗？我都给你买回来了，我还给你点了一新的。来，啊，爸爸给你就点了一个那个你爱吃的垃圾桶。啊，快坐这儿吃，一人一份，坐着。喂，大哥啊，你先能吃点，别饿着。啊，饭还是得吃，知道吗？这样啊，今天爸爸为你庆功，爸爸为你骄傲。来，把这披萨饼吃了啊！饭一口口吃，进步也一点点来，咱不着急，好不好？爸，要是你一直在家都说了算就好了。家里本来就是爸爸说了算呀，是吧？啊，也分事儿啊，也分事儿。对，是爸爸说了算，爸爸有时候说了也不算。但是今儿，爸爸说了算，爸爸肯定你的进步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你肯定我进步，但是我妈总不觉得我进步了。哎呀，妈妈你还不了解，妈妈有时候就是比较着急。妈妈是好，那我问你啊，你这分数涨了57分，是进步了。但是妈妈不这么看呀，妈妈觉得你横向比较，你名次是不是倒退了一点呢？是倒退。对呀，这是不是事实？是事实，咱就得承认，就得接受。妈妈啊，可能方法有点不太对，但发的心是好的呀。是我认同他对我心是好的，但不能当那么多人面吼我，我是那么多人都丢脸。行了，儿子，你是这样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呢，你是这么竖着看自己，是吧？觉得自己从399到了456，你觉得自己进步了。但妈妈是横着看你，觉得你跟别人一比，从全区排名一比，你没进步。竖着看，横着看，各有各的理。但是妈妈是真关心你，妈妈是真对你好。你有时候看你妈妈，你也不能这么看，你有时候你也换个角度，你横着看妈妈，好不好？那怎么横着看？你要是竖着看妈妈，你老是看妈妈，今儿对你凶了，明儿呲儿你了，对你要求严格，老说你，你就是竖着看妈妈。你横着看，你比别的妈妈，你就觉得，哎呦，这真是个好妈妈，是个真关心你的妈妈，是个特别可爱的妈妈。咱不往远了比，咱就比宋倩阿姨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想想，宋倩阿姨对英子，那比对你妈妈对你要狠吧？是不是？你看，你从你初中开始，你喜欢玩的这些玩具，什么手办，什么看那些杂志，你买的什么蜘蛛侠、钢铁侠啊、蝙蝠侠，这各种侠，妈妈只要条件允许都给你买了，是吧？你现在妈妈还让你玩呢，你有时候跟家里玩吃鸡，是吧？妈妈反对你吗？有时候反对，但也让你玩啊。你看宋倩阿姨，乐高都不让英子碰，是不是？所以妈妈有时候还是好，你要这么想，妈妈还是个好妈妈，对不对？王一凡。妈妈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
还掉几滴鳄鱼的眼泪。行，嘿嘿嘿，儿子，去跟妈妈道个歉。不是，刚才爸爸说半天没听明白啊，横着看竖着看。你先想想妈妈对你的好，妈妈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从小来妈妈绝对是个好妈妈，哪能跟妈妈真的生气啊？是自己的妈妈呀，你都是大人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18岁了，是不是？还跟小孩似的呀！我跟你讲，按你这岁数，哎，搁旧社会都当爸爸了。啊，去跟妈妈道个歉去。说不出口。这有什么说不出？我教你，你就说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嚷嚷，不就完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那说道歉就道歉，从来不犹豫的。走，妈陪你去。快！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嚷嚷，我知道错了。行了，道完歉吃饭去吧。啊，好，去吃饭去。吃点吧，快吃吧你们啊！成了，你生这么大的气，别生气了，跟自己儿子还真生气啊！刚才我已经说他了啊。你怎么说他的？我严厉的批评了他，严肃的批评他。我说你这样不对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能跟妈妈嚷嚷，不能对妈妈不礼貌、不尊重，对不对？妈妈含辛茹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怎么能跟妈妈嚷嚷呢？这是原则问题，以后绝对不许再犯。方圆儿，我真是的18年白养他了，养了个白眼狼，说发脾气就发脾气，他还冲我吼。这儿子是自己的儿子，怎么会白养呢？怎么可能白养呢？是不是？俗话说了，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野鸡打得满天飞。自己家的儿子啊，就算你平常说他几句，说的重了点儿，给2巴掌，那也不会是白养，那打不跑的。啊，行了，这个我觉得这事儿啊，看怎么说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关键你怎么看这个事儿？我还能怎么看？好了，瞧你哭呢，这事儿啊，得分，你到底是竖着看还是横着看？你比如说啊，你要是竖着看方一凡这事儿，那他还是进步了，咱们家那就啊举家欢腾。你非得横着看，那不就举国哀悼吗？可是方圆儿他没有进步，是卷子容易了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所以他这是原地踏步啊！我急的就是这个呀。所以啊，我说关键你怎么看这个事儿？没错啊，他可能你要是这么横着看，他确实是没什么进步，大家都进步了，卷子容易了，所以我才说你得竖着看。你竖着看，这57分那也是一个进步。你要横着比，是不是？横着比那你跟英子比能比吗？跟咱们家蕾蕾比那能比吗？那不是一回事儿啊。所以这事儿你绝对不能横着比，你就得竖着看。我没法竖着看，因为高考是横着比的。好，高考是横着比的，
职场也是横着看的，人这辈子好多时候都是横着看的。但是横着看能怎么着？横着看一时的得意，一时的痛苦，也就这个了。得意也是什么？也是不理智的得意，也是盲目的得意。痛苦呢，也是不着边际的痛苦。但是人这一辈子，杜文杰，人这一辈子，从头走到尾，有一天你回首往事的时候，啊，你看自己人生的时候，你是竖着看还是横着看？你所有的成功、失败、进步、退步、欢乐、喜悦、痛苦、悲伤，全部都得竖着看，都在你自己身上。你怎么可能横着看能把这些东西看明白呢？咱让孩子先学会心知肚明，有自知之明，先学会竖着看自己的人生，这也是一种进步啊。那总比让他每天跟这个比，跟那个比，最后计较得失，患得患失要好。你说呢？我也不想让他跟别人比。对呀，我说有没有这道理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对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，你这个梨花带雨的。关键是这样啊，你这么一直让他横着比、竖着比，最后有一天他脑子都乱了。让孩子好好的观察自己，好好的跟自己一块儿进步，这也是种方式吧。好点没有？我说的，心里舒服点没有？还难受吗？难受。还难受？可是我觉得我很受伤。哪受伤了？我心里受伤。我给你揉揉，好吗？我给你揉揉。啊，衣服脱了吧，要不你热，汗都出来了。来。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哭一会儿得了，是吧？释放一下就行了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人有时候就得是学会横着看还是竖着看。你比如说我对你，啊，比如你在这一照镜子一化妆，我经常说，哎呦，真漂亮，真好看，这媳妇儿真是好看。其实呢，其实什么？其实，好看，啊，漂亮这种词儿，对于你来讲就显得苍白无力了。你那是美呀，漂亮，真的。你看你一笑起来多好看，是不是？啊，不难受了。你就想想，这就是竖着看和横着看的区别。竖着看啊，也许人生就进步了。你比如说方一凡这回考试的事情，你要是啊批评他，刺儿他可能就退步了；你要是不予理睬，可能停在原地；你要是鼓励他，给他加油，给他喝彩，肯定他这57分是个进步，他可能就真的进步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样，咱们啊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好吧？你给孩子去说声对不起，道个歉，这事儿结了。我说不出口。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我跟你讲，女中豪杰，说道歉就道歉。像你这样的巾帼英雄，绝对没问题。不说啊，这样，我陪你去，你就随便说几句。王一凡，妈不生你气了，完了吗？行，我陪你去。走，今日事今日毕，床头吵完了床尾和。咱俩是这样，你对自己儿子也应该这样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绝对是最棒的妈妈，这是做好妈妈的方法，也是做妈妈的好方法。来，好，气儿倒匀了，倒匀了。知道自己错了吗？知道了，哪儿错了？哪儿都错了。妈没给你道歉，妈不该脾气那么急，妈也不该拉扯你，妈以后不这样了。你们两个一定要争气啊！这个高三我们一定要度过，心平气和的度过。我保证，我再也不发火了啊！莲儿，不要学凡凡啊！你要注意身体，多吃多喝多睡，
保证休息，保证身体好。凡凡，爸爸妈妈跟你一起，我们一起加油啊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先去洗手吧，洗手把饭真吃了，要不该菜凉了啊。妈，你不吃吗？啊，你自己吃吧，我不太有胃口。妈，我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。啊，我知道。我没考好。我知道你没考好。那你考了多少分啊600多。600多，多多少啊620多。620多，在你们区里排第几啊？妈，我一定要好好总结原因。我问你区里排第几啊？近5%了，近10%了，那是近多少了15%。15%，近15%了，能考个什么样的学校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下回一定好好考。英子，你现在知道哭了。你看，再这么下去，你从小到大，咱俩的努力就都白费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成绩出来以后去哪儿了？我出去了。啊，你别说我了，我今天成绩出来之后，我真的很难受。好，
我知道了啊。你其实要是一下掉到了第5名、第6名，我可能还真的特别着急上火。我肯定想着拼命的得让你赶快回到第1名、第2名的位置上，可你一下掉到20几名，我觉得我急都急不起来了。我有必要冷静的想一想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肯定不仅仅是学习上的问题了，这一定有其他的缘故，对吧？那什么缘故呢？你自己说说，和这些天你去你爸那儿逃课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对吧？你自己也知道有关系。这后果真的就摆在这儿，真的很严重，这真的是血的教训，对不对？妈，我再也不去爸爸那儿，我再也不去玩乐高了。妈妈不是说让你不见你爸，那是你亲爸呀，对吧？我根本不可能不让你们交往。但你看，事实证明，你爸他真的是不懂教育，他只是一味的纵容你，他就是为了讨好你。这些年他都没管过你，他不就是内疚吗？对不对？他这是真的爱你吗？他这是害你啊！好了，不哭了啊。那以后咱就说好了，还是公事公办，1周见1次，好不好？妈也不可能不让你见你亲爸呀，对吧？啊，这对大家都好，是不是？妈妈肯定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妈妈那天不该动手打你的，妈妈就是太着急了。妈，您别说了。好，不说了。妈什么都不说了啊，咱们都不说了。那你先吃饭，好吧？啊，先吃饭。等你吃好了，把你卷子找出来。其实妈妈对你的实力还是了解的，咱们有这好的基础，很快就能追上来。啊，咱一道一道题的过，哪儿不会，咱们这回一定搞明白，好不好？让他相信你很快能回到前2名的。你有信心吧？妈妈也有信心。不说了，吃吧。好，吃吧。英子，哎，你干嘛呀，英子？英子姥姥，英子奶奶。干嘛？我说看你不开心，我来陪陪你。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？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不高兴，别不高兴，没事儿。1次考不好代表不了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妈也说我天天叨唠，我也烦。你这样。我请你吃冰淇淋，2球的，2球不行，3球，3球不行，4个球。哎呦，行了，您不来烦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呦，我就看你不开心嘛，我想，哎呦，你别不开心了，英子，你，哎呀，你别不开心，好不好？哎，英子。哎，这不方猴吗？这是那个方猴啊！吴亦凡啊！哎呦，哎，大明星，怎么了？来，方老师，我干嘛呀？就你跳的那个
那个我啊，怎么了？就上快手的发现页了。太厉害了吧，浩宇！哦，对呀，之前我都没法跟你他们讲啊，是我绝技呢。方老师，咱们低调。不是，我很想学那个，我也很想，你教我。我也想学，真的。大哥，你们真想学啊？50块钱吧。哎，你每次你都50块。但是你也太黑了吧，还50块，5块我都不许。啊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也就是幸运，真的。这种视频啊，网上太多了，昙花一现而已。我说你个凤子啊不，鸡头，承认别人优秀你要死吗？你不能这么说我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算这次考得差，我也是平行班的第1。再说了，根本就不需要考那么高分。哟，还有人不在乎自己的成绩，那你就再低点儿。你这就不懂了，我这是因为要去参加艺考了。艺考怎么考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是吧？连艺考怎么考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那我给你们普及一下。来，我给你们讲讲吧。哎，行，走。哎，低点。这艺考呀，就是艺术考试。你接着讲。有什么音乐啊、戏剧啊、美术啊之类的。我呀，要考的可是表演。高考400。400啊！我们这么坑我呀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要是考上了，以后可就是演员了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我在电视上看过，就北影厂门口那堆爬虎。那你怎么说话呢？那叫群众演员。怎么着？群众演员不是演员？西瓜不是瓜，斑马不是马呀？斑马是马。去，我不跟你多啰嗦，我要当的可是明星。明星？哎呀，您就别想什么明星了，当明星的前提你得火呀。你有我火吗？对呀，你火什么火呀？真没差火。你给他看这视频，给他看。你看啊，100万，我有100万个点赞，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？全国每1400，你还能算出来？每1400个人里边就有1个人坑我的水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这没准是某个人给你点了100万次赞而已。哎，你给我点100万个赞试试。还有我怎么？哎，那别吵了。那艺考怎么报名啊？对啊。我合适吗？你好好学习，继续学习。那我呢？你还有点戏，我也给你讲讲吧。这艺考呀，每年啊，它会比这个高考要早几个月。然后呢，你们就去这个网站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网站，你们去报名。这个网站啊，它会有。哎，别抢！你不合适。要是能再高10分啊，就能回平行班了。啊？那我努力了。啊，帮我把方一凡叫进来。来，好，老师再见。好，老师叫你。好。老师，啊，坐。方一凡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呀？那肯定是好消息，让我开心开心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搞点坏消息吧啊。先是值得表扬啊，你这次的成绩呢有所提高，但是呢整体来说的话，在区里面啊还是排在后15%，还是没有大学上。老师，你别挖苦我，我妈这都说我1天了。但是你也别沮丧啊。这次呢你的成绩还是有所提高的啊。你看，就看你这个理综吧，突破200分了。但是呢，你的这个主科的3科呢，平均分啊都才到85分，都不及格。啊，就拿你这个语文来说吧，我跟你说啊，区里判卷啊比这个高考要松多了，不然就你这个作文题目，降纲指定0分。不是，咱不能光看题目，还得看看内容，内容挺深邃的。我先甭管你那个内容深不深邃啊，你得审清楚题目呀。啊，题目怎么说的？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进行叙述说明，这是优秀品德吗？行，咱不管这个了，老师，你快说好消息是啥？行。艺考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我半个小时前刚听说的。这几所学校呢，
都有艺术招生，你拿回家跟家长好好研究研究。艺考的录取分数线呢，相对来说低很多，但是呢，人家要求你专业必须达标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呢看过你的视频了。你看过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有点天赋啊，这不让你考虑一下吗？哎，老师，是不是那考400分就行啊？只要你专业过硬的话，有的学校300分也能行啊。真的啊？我闭着眼都能考上。同学，那你别嘚瑟啊！艺考复习不比高考复习简单，有好多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艺考上，啊，最后专业课过了，文化课还是没过，还是得复读，你可别掉以轻心啊！行，知道了。行了，帮我叫下一个同学吧。好，老师。老师，谢谢啊。同学好。老哥，你快点啊！小姨他们都催了好几回了，让咱们赶紧回家呢。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你看，我妈啊，一期中考就给她慌成什么样了。我就应该让她学我，不慌，稳住，别急。一万个舍不得，一直是爱你的。老哥，哎，你干嘛？我听歌呢。我发现你呢，就是遇见什么事儿都不着急，这点真的挺厉害的。小书里面都写了，你这种人啊，就是能成大事。这叫什么呀？这不叫什么不把什么事放在心上。不过我觉得你后面那句话说的对，我是能成大事的人。什么大事啊？一会儿回家你就知道。走。一万个舍不得。电影学院，什么意思呀？你看看电影学院里边那个文化课，历届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。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，文化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艺术类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后，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给你们看看。对，这还有戏剧学院，理科300分啊？多少分？哟，300分这么低啊？300分也没用，30分跟你都没关系。方一凡，你脑子拎拎清好不好？我这么跟你说哈，你不是说会唱歌跳舞，你就是这块料的。这碗饭是要天赋的，你真是想多了。不，妈，我不是想太多，我是觉得我再不想就晚了。我跳那个舞那个视频在快手 APP 上，粉丝越来越多，观看数量也越来越多，大家都说我特别有天赋。最主要是班主任潘老师，就我们学校的潘老师，把这个资料亲手交给我，让我拿回来跟家长商量一商量这个艺考的事儿。而且最近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，报名报到跟你都没关系，你想什么呢？不是方一凡，你现在重中之重是把成绩给我弄上去，你只要成绩考得高，分数高，你就能有学上；你要分数低就没有学上。你不要想着考大学能有什么捷径，我告诉你，考大学是没有捷径的，听明白没有？是。高考呢没有捷径是没有错的，提分也没有错。我就是说，我现在有另一条路，我可以试一试。你看现在我400多分，考艺考是完完全全够的。我只需要把专业练一练，学一学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对不对？潘老师都说我行，我肯定行，对不对？而且妈，从这个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出来的人，好多都是明星，我这多有面儿啊！你就看见人出来的，那没出来的你看见了吗？没出来，你知道有多少炮灰啊？而且我纠正你，电影学院和这个中戏那出来的那叫演员，那是一个职业。明星是什么？明星跟这个是一回事吗？想一出是个，还有一个，不是你不要拍我了。还有一个，你现在去搞这个东西，你来得及吗？人家艺考提前都准备了，就得有天赋，就得找老师。你突然来这一下，你是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啊？啊？我问你话呢。那个，哎，我觉得妈妈说的对，你怎么能想出这是一出呢？是不是？你说1就是1，说2就是2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妈妈，我觉得这事儿呢，其实也是有商有量的，是吧？我提一个建议啊，这菜我都摆桌上了，我做了一下午，你看没有？咱要不先吃饭，吃完饭咱们坐着来慢慢聊，是吧？磊磊肯定也饿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先别动筷子，你们俩洗手没洗手啊？洗手去。先去洗澡去啊！方一凡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动我了。我每次不想跟你吵架，我不想跟你吼，我没办法，我都是被你逼的。
你能不能像个正常的人，把心思全部放在学习上，不要放在乱七八糟的上面？好，哎，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管你了。啊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啊！我不管你了，我去洗澡去。听老先生话啊。别愣着了，洗手去，赶紧。哎，儿子，爸爸觉得这事儿其实还不是不靠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方圆，过来。哎。哎，哟，鼻子怎么了？流血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这不是太干了？你说，这弄加湿器了？养着头发。啊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说研究什么？研究你儿子的事儿。要我儿子，这咱俩爱情的结晶是咱俩的儿子呀。讨债鬼！我跟你说，气归气，我刚刚给潘帅打了个电话。我问了他，到底今天怎么跟方一凡说的？他说他觉着方一凡挺有希望的，觉得他是这块料，让我们家长慎重考虑。但是他一教语文呢，你问他，他能说得准吗？所以我去上网查了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方一凡这个文化成绩应该差不离，没什么问题。重要的是这个专业得先考过，艺考先考专业。我知道。可是专业太难过了。他有基因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也考过。我当年本来是谁想学法律，我想考的是播音专业。我张嘴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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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合适啊！我真的，你别笑，你笑什么？我真练过。你绕口令啊，我给你来一段啊：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皮，白石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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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多溜，是吧？是不是还可以？我再来一个啊，这提了喇叭了，别人说话你压根就喇叭。方圆，我都好奇哈，你说你嘴皮子这么溜，为什么你最后去了政法大学呢？唉，还是因为学习太好呗。哦。哎呀，我专业没考过，你不知道，你还问我专业没考过？怎么会呢？你这么优秀，这老师怎么会不让你过呢？我到了考场上，见着那些老师们，我真紧张。而且老师，我跟你讲。艺考的老师，啪往这坐一排，好，感觉有点眼神不好，就这样。来吧，朗诵吧，念上绕口令吧。我就紧张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个字念不出来。不是方圆，你要多紧张了，方一凡肯定没戏啊。而且我刚刚在网上看了这艺考，这培训真的挺贵的，还有的封闭训练。你说别封闭出来了，艺考没考上，专业可没过，高考也耽误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先等一会儿。我觉得方一凡不会随我紧张的，他这一代不一样，这代年轻人他不紧张，他见过世面。还有什么多少钱？你这自己在网上瞎查，这那么贵？你找一明白人打听打听。那个谁，他们班有一个那个女孩，之前的长挺好看那个，就他妈特烦人，那叫什么迪？哦，王一迪。王一迪，方一凡说的，王一迪现在就准备艺考呢，说都不怎么上那文化课，一天到晚就在那说对你打听打听，你问他妈。看看啊，他妈妈的微信叫什么来着呢？你给人起的备注信息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王唠叨，就这个唠叨王啊，唠叨王，我这反着看的。迪迪妈妈，哎，我是凡凡妈妈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啊，我想问问，这个听说迪迪准备参加艺考啊，凡凡也挺感兴趣的，我们呢也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，就想请你帮我们这个大概的说明一下。如果你方便的时候，给我回个信息啊，感谢感谢。行，你这发给唠叨王，你是啰嗦童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直接说，我想给你打听一下，问一下你方不方便，不就完了吗？你怎么说这么多干嘛？啰不啰嗦？我不是跟人客气一下，请人帮忙吗？行，你等人回吧。哎，一凡爸爸。哎，一凡妈妈呢？在里边呢，把门带上。童姐，我来了。童姐，哎，我知道空间在哪儿。来，迪迪换鞋。哎呦喂，哎，文杰，迪迪妈妈，哎，你好，妈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来了。哎，迪迪，哎，快坐，快随便坐。哎，
我跟你说啊，我在费劲巴拉的微信里说那么多，你也说不明白啊。我说咱离那么近，对吧？我直接带迪迪来给你演示一下，全明白了。感谢感谢。哎，凡凡，哎，磊儿，哎，你出来给你们同学打个招呼来。哦，这个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哎，文姐，你别忙活，你给迪迪倒一杯就行了，你不用给我倒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不客气，我这听你的微信呢，哎呦，听了好多我都不明白。哎呦，不怕的啊，文姐，你就坐着，踏踏实实的，我让迪迪给你全套的来一遍。好。哎，迪迪，对，你就先来一个在家里刚才练的那个10道黑。妈，这不知道，这么多人呢，我这考试的时候，那考官比这人多啊，你就当演练了。来，你快脱了，你就站那啊！哎，那个磊儿，你们就坐那当考官啊。迪迪你就站那啊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注意啊，注意情绪、节奏。来，预备，起！1道黑，2道黑，3、4、5、6、7道黑，8道、9道、10道黑。我买了一个烟袋、乌木杆，我是掐着它的两头，那么1道黑。二兄弟描眉去。我跟你说啊，方一凡艺考的事儿就此打住吧啊！你看看人王一迪，说跳舞就跳舞，说唱歌就唱歌，落落大方。你再看看方一凡，跳的什么呀？跟个小流氓一样的，一点上不了台面。咱们俩家都没有这个基因。你不是爱竖着比吗？你竖着比祖宗8代，你就比他竖上去，比他猴。哎，咱们两家还没有一个干这行的。你说人家那王一迪妈妈靠谱是吧？我觉得最不靠谱就是王一迪的妈妈。我跟你讲，那姑娘就小脸盘长得还凑合，别的都不灵。挺好的，我看挺好的，有模有样。你看方一凡跳的才好呢，方一凡正经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现在在那个网上特别红那个舞啊，叫什么舞啊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媳妇儿，我承认我错了，不该推荐找这个什么王一迪的妈妈。我跟你讲，后悔一晚上了。我在这为什么喝酒？借酒浇愁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后悔的事儿。好，这一晚上全耽误了，就听他这白话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不靠谱，要搞找一个靠谱的。我这儿有一个人选，确实是专业的。谁啊？我说你别不高兴啊。这个人，应该说跟咱们很近啊，不是跟我很近，跟你稍微有点远，还有一点小小的对立。乔卫东，乔卫东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正经八百舞蹈学院音乐剧班毕业。打住！舞蹈学院音乐剧班的多了，我凭什么找他去啊？不找。那是，人家这种毕业的多了。那你认识哪个？你一个也不认识，这不是熟人，你可以跟他联系。我不去找他，我跟他不对付，我找他干嘛呀？又怎么了？为什么呀？我跟宋倩跟他干了一仗，还给他打了个差评，我不去找他。哎，童姐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严肃的提醒你，你少掺和人家里事儿，知道吧？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女的是人乔卫东现在正经八百的未婚妻，现在那个小梦老怀疑宋茜跟他抢乔卫东，是，然后宋茜怀疑小梦跟他要抢乔英子，这不是乱套了吗？他们家啊，如果有一天乔卫东跟那个小梦结婚了啊，或者乔卫东跟宋茜复婚了，不管哪件事发生，你都落不着好，你都是个坏人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你就别掺和他们家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不要啰里吧嗦了，我这不赶上了吗？我反正不会去找他的。那会教这些东西的人多了，我干嘛非要去找他？我去找他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啊！行，你找一个那个靠谱的。你能认识什么搞文艺的人啊？就找什么？找朋友问去呗，朋友圈搜呗。行，那我预祝你成功。不就是找一个会指导表演、
会指导唱歌，会指导跳舞，我找去呗。但是，我觉得方一凡真上不了台面，你觉得他行吗？呀，对，那这个小腹用力，小腹这样。李哥，呀，孩子练声，准备考试了。呀，哎，回头讲啊。嘿，吼！磊儿，你看他多二。方一凡，你说谁二了你啊？别分神，好好练你的。好嘞。臭孩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决定艺考的话，你也得像他这么练。啊，我也得这么练。你以为呢？这叫练声。那我还是跳舞吧，跳舞简单点。声台形表，样样不分家。你以为这练声和你跳舞不耽误啊？大哥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对，走。等会儿，阿姨听说你考了700多分呀？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磊儿每次都是全年级第1，学习特别好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哎，阿姨有个事儿想麻烦你。哎，你别紧张啊，没别的，就是我想你抽空的时候帮我们家迪迪补习文化课。他不是现在准备艺考吗？我担心他别到时候得不偿失，文化课反而耽误了。哎，没关系啊。完全看你的时间，你有空的时候不耽误你上课，也绝不耽误你复习啊。行，那我找时间给他补课吧。哎，太好了，你放心，阿姨绝对不让你白补，阿姨给你补偿啊。不用，阿姨。妈，你这干什么呢？那就这么说好了啊，谢谢磊儿啊。啊。不是妈，你干嘛呀？你要给他补课呀？补习班呢？他妈妈让我给他补课。在外面上多少补习班？我派了一个大神级的人物帮你好好的。大哥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好，你就好好的上课，别把文化课落下就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对，快跟着，都跟好学生在一块儿，快去！哎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走了，拜拜。阿姨再见。拜拜。等一下，我管你们。等一下，我说了让你慢点儿，还跑这么快。你不是艺考吗？你还去学校上什么课啊？这艺考也得上学呀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对，你看是不是让磊儿给你补文化课？快叫林老师。去你的！你有病！哎，我好像明白一件事儿，你是不是喜欢磊儿，让你妈给他牵线搭桥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表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和王一迪是挺配的。表哥，你别乱说啊！我觉得给他上课，让别的同学听到了可不太好。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王一迪虽然有的时候确实挺烦人的，但是她长得挺漂亮，班里好多男生都喜欢她。你是大学霸，她是大嘴，多合适啊！方一凡，我发现你就应该叫烦人的烦，这真讨厌。不过磊儿，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呀？王一迪，你这么直接啊？不打扰你们俩了，不当你们俩电灯泡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表哥，不是，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还没说呢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不，你不喜欢那你就讨厌了？也不是讨厌，反正我就……那你不讨厌，那你不就是喜欢我吗？哎，你看这眼神儿，看着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啊。哎，你还躲。哎，行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都看出来了。虽然说吧，我这人确实挺优秀的，毕竟也那么有魅力，追我人也挺多的，就是一直也挺苦恼的。不过这一切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啊，是不是？咱们这都高3了，都要高考了，你这也不能因为我耽误了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还有，以后给我补习的时候呢，你可千万别动歪心思啊！哎，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方一凡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我向学霸们请教一下学习的事情。就上下面去。哦。对，大家都安静一下啊！我有2个事儿要说啊。这艺考呀和冬令营的大简章呢，已经都贴到楼道里边去了。有需要的同学呢，赶紧抓紧去看一下啊！还有这个冬令营呢，过几天就要报名了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这个艺考呀，每个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你们要到各个学校的网站上去查看说明，好不好？这个冬令营呢是需要通过学校审批的。如果有想参加的同学，你们抓紧时间啊，把这个报名表都填好，填好以后拿回家里让家长签完字，然后拿回来交给我。等到学校审批过了以后，你们再到网上报名。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明白了。那要怎么着？
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年南京大学也来咱们学校招冬令营的招生了。南大不是文科好吗？哎，桃子，要不咱去看看呗？走吧，我也想去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学校。啊，你去干啥呀？这不是会打击你？这有冬令营的学校，那可都是一本里的一本。是，你们都是一本里面的一本啊，哥不跟你们争，我去当我的明星。不是，等会儿你不学了？再说你长这样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谁说我不上去了？再说你不要以貌取人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一会儿有机会看看艺考那个海报，拓宽一下你们的眼界。呦喂！哎，英子，你真想好了要学天文啊？我从小学就没变过，我是真的想像天文学家那样，一直研究宇宙。当然了，如果能奔上火星，那就更好了。英子，我可真羡慕你，从小呢就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甚至都有点像王一迪了。你看他，学习那么努力，成绩也够好的，说去当演员吧，其实也就潇洒走一回了。不像我是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，要考哪儿，既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呢，也没什么特别出彩的科。桃子，你这是全才啊！跟你拼，说正经的一点。你要考去南方，你妈能同意吗？嗨，他肯定不想让我去南方呗。为什么呀？这又不是出国，而再说，现在高铁也挺方便的吧？我爸妈这离婚久了，一直不都是我妈一个人带我吗？这相依为命久了吧，他就拿我当个依靠呗。但这也挺好的了。你看我们家都没人管我。咱俩没有可比性啊！你是希望呢，你爸妈多爱你一点，我是希望我妈少爱我点。哎，就是觉得有时候当他依靠久了，真的挺累的。嘿，英子，你真的想报名这个南大冬令营？快算了吧，这南京多远啊？再说了，咱们北京孩子哪有想往外地跑的？也是。确定。桃子，你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说，我要去南大冬令营的事啊，千万帮我保密。哎，你还不放心啊？哎，雷儿，你真要考清华呀？今年这个冬令营我特别感兴趣，主要它是工科竞赛模式的，要是我拿了名次，就能参加自主招生了。哇，自主招生？哎，真的，那你不去都可惜了。你要考上清华，给我们家可真的争光添彩。这样，咱现在就去找铁棍拿那报名表。走。等会儿，表哥，其实我之前查过了，这次冬令营它不包住。我还先问问小姨再说吧，因为她要在学校附近住酒店。住酒店能花几个钱啊？没事，你先直接跟他说说去。算了，要不还是我们……你不说我说。哎妈，怎么了，凡凡？你不上课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那个，咱不是那个学校有个冬令营嘛？对，磊儿要去参加了。可以啊，这个冬令营要是这么好的话，那就去报呗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你想不想去啊？哦，对，你未必能考上是吧？你也知道啊。行吧，那你抓紧给磊儿报吧。啊，我先挂了。怎么样，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啊，那个密码解除了吗？解除了。好，然后把工牌给我吧。好。最后呢，到人事部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好。好，慢走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各公司都在裁员呢。那我们公司不是2轮马上就要成了吗？怎么还裁员啊？瑞们昨天专门给我们开个会，这次可能要大裁。那你裁员名单有了吗？还没有，等着各部门往上报呢。各个部门都要裁啊？那我们部门本来人就不够。也不一定。哎，
你别担心了，你多担心，你帮新人还不吓死？走了。要是名单里有我，你提前告诉我。OK。哎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我这个颜色怎么样？好看不？好看啊！哎，这是不是今年最新的斩蓝色啊？哦，真好看啊！哎，文姐啊，我新买的口红颜色怎么样？哎，挺好看的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买这么多口红打折呀8折，是不是特别值？他们家平时可能1分钱都不便宜。对啊，就在楼下。不是，你那是去年的，你那是去年的姨妈色。文杰他已经 out 了，现在流行我这个榛果咖啡色，怎么样？这好看啊！就这一支200多，被他抢到了，没了。哎呦我说，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口红效应。什么是口红效应啊？一猜你就不知道，赶紧上网查查，穷才买口红呢。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买口红怎么就穷了？就是。哎，要是有钱了，你们几个不早扎堆买包去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都快失业了，省省吧。说什么呢你？乌鸦嘴！哎，小美，你这就走了？你 HR 办完了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姑娘马上就过试用期了，可惜已经被开了。不知道，咱们公司今年不招应届了，养不起新人了。啊，那我也是新人，刚过试用期，跟我一起来的婷婷上午就走了，这都已经是第2个了。那我会不会被开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真不好说，现在就拿新人开刀。那我们这群宝帮菜不会被砍吧？这可真不好说。行了行了，别聊了啊！快快快，干活吧呢。哎，宋倩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中午啊，哎呀，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，给凡凡辅导艺考的那个老师，你猜居然是谁？小梦。哟，这么巧啊！哎，文姐，要是小梦真教的特别好，而且便宜，为了凡凡，干嘛不用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找谁我也不找他呀，我干嘛要找他？凭什么找他呀？你放心啊，这找个老师还不好找吗？真是，我就说怎么这么赶巧。就是真够呛。我呢，跟他也不至于水火不容吧，只要他离英子远点就行了。你该找还是找啊？不找了，我就告诉你一下这事儿。哎，他还跟我提差评的事儿呢，我提提了我一肚子火，我坐那儿特别扭看着他。哎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就告诉你一声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真解闷儿。我上班呢啊，挂了。嗯，好。来啦！来啦来啦！阿姨，英子，快进来快进来。哎呀，你还是第一次来阿姨家呢吧？是呀，你们家好干净啊！咱们楼上楼下住着，还没串过门呢。是啊。您这干什么呢呀？阿姨在做饭呢。今天晚上他们都回来。快来快来呀，英子，快坐下。你昨天给阿姨发微信说要聊天，
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上次跟您聊完天儿，觉得特别开心，就想再来找您。然后正好想请您吃脏脏包。这是什么呀？就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个网红面包。哦，您尝尝。好好。哎呀，你们小朋友啊，一天一个新花样，这怎么吃啊？就直接咬着吃啊！哦，没事，您别怕。这虽然长着挺瘆人的哈，但是其实特别好吃，真的特别好吃。那我尝尝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好吃。不是，您等一下，看看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小朋友啊，净发明这些新鲜玩意儿，一天一个样的。你那干纸巾擦不干净，来，我用湿纸巾帮你擦。来，真的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季洋洋平时不跟您说这些吗？哎呀，洋洋呢，他喜欢赛车，平常啊连话都不跟我们讲。没事，以后这些我跟你说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小朋友发明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整人的，对吧？这好吃啊，是不是？好吃。不然它怎么能成为网红零食呢？不光有网红零食，还有网红饮料。咸的奶茶您肯定没喝过吧？喝过。我那时候跟你季叔叔我们在青好的时候，我们天天都喝。阿姨，不是那种咸奶茶，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，叫做海盐奶盖，没喝过吧？这个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没事，我以后带你去喝。还有刘慈欣，他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刘慈欣是个作家吗？他在我们中间特别流行，大家都特别爱看他的书。比如说《三体》呀，《流浪地球》呀，《乡村教师》呀，这都是他写的书。《流浪地球》我倒是知道，我看到过洋洋看这本小说。洋洋好像特别喜欢看。我也特别喜欢科幻小说，但我还是更喜欢生活中真正的宇航员。就是您知道啊，上次我在咱们天文馆，我演讲的时候介绍过刘洋，她是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女宇航员。她很厉害，是吧？难怪呢，你那天那个演讲啊那么出色，你都把阿姨给迷着了。原来是偶像的力量。对，她可是我的人生榜样。我就希望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像她一样站在太空看地球。看来英子是真的喜欢天文。刚才咱们还聊网红食品呢，你几句话就绕回来了。还真是，我今年还想报名南京大学的天文冬令营呢。我就希望我可以这一辈子一直研究宇宙。天文冬令营那是什么呀？阿姨，我不该跟您说这个的。那个，您能别告诉我妈吗？为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儿啊，你干嘛要瞒着妈妈呢？妈妈不同意你学天文。那倒也不是，就我之前也没跟我妈提过，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同意我考去南方，因为她一直都想让我考北大清华。但我跟您说过呀，我就是喜欢天文学，我就想学这个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，所以我就想去南京大学。它历史悠久，而且天文学系又是全国第一，所以我就想去南京大学，也就报名这个天文冬令营了。我明白了，行，阿姨一定替你保密。拉钩。我妈之前也经常跟我拉钩，她总是说什么你要考好了就带你去吃麦当劳，去给你买乐高，但其实最后一件也没完成。所以我总结，大人的这个拉钩啊啥的不靠谱，不保障，特 low， 对吧？
哎呀，那怎么才能有保障呢？要不，阿姨也跟你说个秘密。哎呀，可是阿姨秘密太多了，这说哪个好呢？开玩笑呢，开玩笑呢，吓死我了。这样吧，阿姨眼下就有一个秘密。阿姨今天呢要去医院做个小手术，但是没跟你季叔叔和洋洋讲。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南京出差。什么手术啊？其实也不算是手术，它就是检查的一个部分，但是需要住2天的医院。可是这就算是个检查，那您也不能瞒着他们呀。再说了，您一个人去医院又没人照顾，多可怜啊。你不想跟妈妈讲，是怕她伤心，对吧？我不跟他们讲呢，是怕他们担心。阿姨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谢谢英子，放心啊。那你也替阿姨保密。好，一定。但是阿姨，您不是因为我是个陌生人才跟我说这些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阿姨特别喜欢你，阿姨特别想跟你做朋友。那我可以去看您吗？好好上课，听阿姨的。好吧。继续吃，继续吃。阿姨再跟你啰嗦一句啊，你报考南大的这个事儿吧，你要找机会再跟妈妈好好的商量商量。我听说你从小是妈妈一个人带大的，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，你别伤了她的心。你不跟她说呢，是怕伤她的心，但其实吧，反倒会让她更伤心的。那好吧，那我等到被学校录取了，我就去跟他谈，说不定就能说服他了。哎，嘿，你没事就来玩啊。阿姨，您甭送了，您送到这儿去。那我先走了，您放心，您一定会好的。谢谢英子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找我事儿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哈，那挂了啊。别，有事儿。有事儿说。你看啊，咱们不都规定好了吗？我跟孩子啊，1周见一次。你看我这周能不能我跟英子吃个饭？行啊。在哪儿吃啊？跟谁吃啊？怎么吃啊？我不说了吗？我跟孩子吃。那要不这样吧，能不能在你那儿吃？然后你全程监督。去我家吃？嘿，你把我家当饭馆了吧？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你多炒俩菜，温上一壶酒？不是，你先进去，我订好了啊。你给谁打电话？
去哪儿去啊？不是说你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就是在我那儿，好不好？明天英子放学以后，我去接英子。我们吃完饭以后，我完璧归赵，好吗？行，那就听你的安排。你自己呢，跟英子联系，明晚8点钟我去你家把她接回来，可以吗？好的，谢谢您啊，非常感谢 ，very much。妈，你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你干嘛呢？我也刚回来。哦。我刚在楼下看你了。啊，是吗？干嘛去了？也没干嘛，就是去刘静阿姨家了。哦。去他们家干嘛呀？就聊聊天儿。哦。聊什么？就刘静阿姨想感谢我，谢什么呀？我不是给江耀送卷子去了吗？啊，他在学校管我要来着，就是想看一下解题步骤什么的。啊，然后，你喝点水。哎，然后这个刘静阿姨就送我出门了，让我在学习上多帮衬着点洋洋。啊。今天早上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洋洋妈妈也跟我说，想让洋洋到咱们家来答疑呢。您还去他家了？啊？您跟刘静阿姨很熟吗？她不是租咱家房吗？哎呀，暖气一直不太热，我说去看看。哎，现在好点了吗？没注意。行，你先去写作业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这就给你做饭，有点饿了吧？做好了叫你啊。好的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儿啊？没事，您做饭吧。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吗？您做什么我都爱吃。真会说话，快去做题吧。啊，做好以后，吃完饭以后再给你看。啊，好。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？